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又戴上这个雷鸟眼镜，一边走一边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前面大家看看右边，画面右边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有雷雨。我在去拿快件的路上，希望不要有雷雨大风啊。雨越来越大了，我还是先躲一躲雨吧。本来我在那个去我们邻村拿快件的路上，但是现在突然下了阵雨，大家看。一边呢是有太阳的，一边下大雨，这是阵雨啊，马上雨就慢慢的小下来了。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夏天的那个南方的阵雨。我今天看见凤姐一个访谈的视频，应该是 Rocky 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博主。这是凤姐应该是多年来第一次可能真正的出镜吧，她亲自谈她个人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可信的。在网上近年来出现很多关于凤姐各种各样的那个新闻啊消息，好多是小道的、不真实的。从这视频可以看到，凤姐呢是2010年左右走线去美国的，她是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去美国的这个理由。她的理由我觉得挺可笑的，她是说特别恨共产党，为什么恨呢？她其实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打压，而是受到了在共产党这体制下的各种各样的歧视。你看，这种也是这种政治避难的理由。在美国，他是说，在中国呢，他根本生活不下去了，因为呢，他是个相当于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呢，他每次什么上街呀，都被人拍照，然后呢发到网上，他完全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了。所以呢，他说他要跑到美国去，这样呢才能更加自由的生活。好像他这个理由也过得去啊，因为他在美国花了大概7年左右时间，得到了所谓的这个身份吧，但是没有绿卡，到现在为止没有绿卡，还是这个所谓的难民可能庇护的容忍身份，所以他的身份呢比较尴尬。到了美国之后，他说他想过平平淡淡的生活，不要受外界打扰，但是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然后呢又在华人圈在唐人街混，那么比如说从国内去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去到美国的华人，只要知道凤姐这个人，一见到她肯定会给她拍照呀，然后发到国内的一些网站上，所以久而久之，即使她在美国想亲近也亲近不了，照样呢在美国受到过多的关注，所以她在别的地方打工也好，还是处对象也好，总是不长久。比如说他在什么指甲店呢做了3个月，然后呢又换了地方，期间原因就是他被人拍照发到网上去，然后呢受到困扰，然后他又换一个地方。反正在美国他目前呢也没有混出个什么人样出来，过得可能也挺凄惨的。他在国内还是蛮苗条的，你看到了美国之后，他整个人他的身材就走样了，变成臃肿了，可能吃的食物呢也不健康，因为像美国这种低端人口吃的这种食品呢都是垃圾食品，很容易让人发胖，虽然很便宜，但是呢不健康，所以呢凤姐就出现这样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这是她事业上呢没有成功，然后她的私人生活方面呢也没有成功。从他的访谈来看，他吐露的心声是啊，他特别想呢建立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孩子，但是去了美国那么多年，2010年到现在为止呢，已经15年了，一直呢没有解决他个人生活问题，主要是因为呢，他是个公众人物，在中国是到了美国，仍然在华人圈也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呢，让他的那个处对象的男方啊，也就是男友们，可能感到非常的为难。有一些呢，可能对他这个过去比较忌讳；另外呢，一些对他是公众人物呢，他可能也是忌讳的。所以呢，他们外出的时候老是被拍，那么对男方可能会也造成一些困扰。到了美国之后呢，他也没有吃这个政治这碗饭，这点我觉得还是我挺佩服他的。虽然民主党的人去找了他，但是利用他啊，也没有给他什么钱。好，我们走这条路，
前面大家看见那个山峰啊，是我们县的最高峰，有1800多米，叫银殿山。冬天的时候，如果特别冷的时候，山上是有雪的，所以看上去像白色的宫殿，因为雪覆盖嘛，所以叫银殿山。不过现在因为呢全球暖化，我们这里南方的冬天呢越来越暖和了，所以见到雪的日子呢几乎就没有了。山顶如果是特别冷的年份还可以有雪。我们看见前面这个楼盘应该是烂尾了。我们工程这小地方也有特别多的这个楼盘，因为前几年大肆的搞房地产，地方政府呀卖地呀可以有这个地皮的收入。大概2020年左右，这个房地产崩盘之后呢，工程也遭殃了啊，所以很多地方它的资金链就断了，开发商什么之类的。像这个楼盘也是个烂尾楼，目前呢没有卖完，有很多人可能房产证都没有，有的已经住在里面了，没有房产证，那挺尴尬的。这里相当于那个联排别墅，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离高铁站大概有1.5公里。说偏僻不偏僻，其实就是工程人太少了。然后呢，这个楼盘肯定是烂尾了。原来计划要盖很多栋这样的高层建筑的。还有这个应该是相当于一个酒店吧，现在也烂尾了。高铁站离我这里大概1公里左右，走路去大概15分钟。这种农村的巴士啊，现在也是电动的啊，都是没有烧汽油的了。好，我们继续说凤姐吧。她到了美国，花了大概7年时间才得到难民身份，可能是容忍身份吧。反正她说是没有绿卡，所以呢，她开始肯定是做一般那种普通的工作，因为她不想吃政治这碗饭，她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所以她在美甲店上班，因为她没有其他技能吧。开始英语也不好，但是她是公众人物。到了美国之后，去美甲的人或者美甲店的人呢，也发现了他，然后把他的照片偷拍发到网上。后来呢，就是风风雨雨这种太多了，于是他过了一段时间，只能又找新的那个雇主，这么来来去去，最后呢还是不能长久。反正挺尴尬。据说他自己在美国读了学位。具体是真是假，咱们就不知道了。反正事业到现在为止呢，没有什么建树啊。然后呢，我们再说说他的那私人生活吧。据说他是非常想有自己的婚姻、有自己家庭的，因为他说他从小就不幸福。他9岁的时候，可能父母呢就离婚了，至此呢就没有再见过他爸爸。他妈后来呢也再婚了，然后呢有了一个妹妹，在家他也不得宠，不是带妹妹呢，就是被妈妈指使呢去做各种各样的事儿。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幸福的日子，所以他就特别想有自己一个家庭。但是他由于是公众人物，虽然到了美国啊，他想很平静的生活，但也不可能，因为在华人圈，一般人都会知道有凤姐这样的人物，因为当年实在太红了，对吧？所以每比如说他处对象啊，过了一段时间，人家也知道他的背景了，或者本来就知道。然后他们男女2个人出去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特别的礼遇。所以呢，有的男的后来就放弃了。另外呢，有的男的原来不知道，后来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有一些忌讳，也不处对象了。然后呢，他也尝试着处白人对象。然后呢，有一次他的一个当时的白人男友带他去他的家庭啊，认识他的家。在介绍的时候，那个白男说：“这是我新处的女朋友，或者说新女友。”他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很不好受，因为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一般来说介绍的话，情商可能会高一些，不会那么直白，会说这是我的女友，对吧？不会说新的女友。这个新的就表示之前有很多旧的女友或者前女友，那么对任何一个女生来说还是有些忌讳的，对不对？所以之后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另外呢，据他说，
很多白男冲着可能是发泄什么性欲啊来找所谓的那个亚洲女友的。他去了美国15年，那么他走线的时候大概可能30岁左右，因为他是2010年去的美国，15年了，也就是2025年之后，他大概是45岁左右。那么如果是再想组成家庭，再想有自己的小孩，就比较尴尬了，因为一般的女性啊，到了45岁左右，可能已经到绝经的时候了。如果没有绝经，可能排卵期啊什么之类的就没有那么有规律了。要想怀上小孩，那难度呢要比如说25岁的女生要大很多。所以这么算起来呢，她可能啊要想组成家庭就很不容易了。加上她是在美国仍然是公众人物的身份，所以她告诉大家，她自己也看开了啊。也就是说，可能她也觉得她这辈子呢，也再也找不到所谓的男友啊，组成家庭，可能也不敢再想了，会变成一种奢望了。这点啊，我觉得我还是挺同情她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女人、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利啊建立自己的家庭，对吧？但是由于阴差阳错吧，他可以说大概率可能错过了。其实我觉得凤姐这个人呢并不坏，她没有做过什么特别对不起国家的事。我认为，虽然她是以这个什么在中国没有什么生活的自由为理由申请美国难民，但是至少比很多那些通过这个政治难民这个身份获得在美国居留的人，我认为要好很多。她是以在中国是公众人物呢，因为没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这种自由来申请难民的，而不是说比如说那些什么轮子啊，或者那些什么其他宗教的等等，或者计划生育的，各种抹黑中国或者中国政府吧，这种理由获得这种难民身份的，我认为凤姐呢要高风亮节一些吧。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说，我觉得我是比较佩服凤姐，就是她处过一个华人的男友，本来处了1年多，感觉还不错，但是呢，她发现处久了之后，这个前男友有一些小细节呢，她不是很喜欢，比如坐地铁，在纽约坐地铁，她逃票，本来就是2-3美元的事，她逃票。这种小细节说明他的人品有问题。然后呢，他的年龄还有他的学历，相当于他也骗人，说了假话。这个呢，说明这个人的人品呢不是特别好。最后呢，他也主动放弃了。所以这一点呢，我还是挺支持凤姐这样的她的世界观的。如果是我也一样，即使再贵啊，我也觉得不应该逃票。这是个诚信的问题。还有凤姐啊，去了美国之后，她可能以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比中国更好，但是实际上，她应该过得更差。她的身材也发福了，变成了大妈。为什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美国，其实有些食物确实呢便宜，按照她那个美国收入来说，但是很多呢都是垃圾食品，垃圾食品才便宜啊。高糖高热量，所以过了不久，她去了美国不久，她的身材呢就走样了，变成了一个臃肿的大妈，真的是中年大妈的样子了。这也是可能她找那个男友一直呢不太顺利的一个原因吧。她自己也承认啊，国内很多人说她长得不好看，她说是丑这个词，我不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长相是父母给的，是天生的啊，每个人呢没有选择，所以我们不应该嘲笑人家长相，至少我觉得不应该，我是不会嘲笑的。就好像不应该嘲笑人家有这个身体的缺陷一样，因为这不是人家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对吧？都是生下来是这样，所以不应该这个嘲笑。因为刚刚下了那个阵雨，所以现在呢天不蓝，也没有阳光了。好，咱们继续说凤姐吧。凤姐因为去了美国，她以为呢会过得更好，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她变成了一个身材臃肿的中年大妈。
他在中国的时候其实身材挺好的，然后呢，身材呀、外貌也管理得很好，所以当时我认为他其实不难看，只不过呢，可能不太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审美观。但是这个人确实我认为不难看啊。还有，我觉得他去美国是不明智的，我认为，因为他当年是在中国的最大的网红。如果他没有出国，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流量啊，获得大量的财富。比如说，跟商家做那个合作，做广告，然后呢，可以获得很多的那个广告费。还有像另外一个，应该是山西的那个女网红，现在我一下在脑海中想不起那个人。她现在已经变成个富婆了。当时她是和凤姐呢，可以说差不多平起平坐的网红。那个可能名声要比凤姐稍微逊色一点，但是呢，也是中国最大的网红之一了，或者说在中国唯二的2个网红。但是呢，她在中国扎根，然后呢转型转得非常好，现在有自己的企业，变成了富婆。然后呢，凤姐与她同期的人，最大的网红，现在在美国，我觉得过得是挺憋屈的啊。住着可能很小的房子，然后呢收入也很低，他现在也没有被美国利用的价值了。他原来也说不想吃这碗饭，所以现在他也只能自食其力了吧，反正过得并不好吧。所以说来说去啊，你看离开了祖国，虽然你那么憎恨他，但是你如果情商高一点，或者头脑灵活一点，你完全可以获得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么不堪的中国也可以变成亿万富婆，对吧？他这样当年由于可能受了各种公知的宣传洗脑，以为到了美国就能飞黄腾达，但是去了15年，依然呢一无所有，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好的收入，身材也失去了，外貌也变得更加不堪了，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可惜的。那么通过凤姐的事件也告诉大家，其实一个人不能光是听一面之词，应该多方面了解另外一个国家的信息，并不是说西方的月亮就一定的更圆，对吧？外国的月亮也不是更圆更亮。其实我觉得在哪里，你作为那个阶层的人，只要你没有灵活的头脑，可能最后呢还是你原来是什么阶层，就还是什么阶层。而且在西方国家，你想实现阶层的跃升或者改变你的那个阶层是非常困难的。凤姐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不知道我这样下这个结论是不是太武断了。好的，那今天咱们的那个节目就到这里了，就是关于凤姐讲她的那个以什么身份，也就是政治难民的身份到美国获得了这个难民身份，但是没有获得绿卡，所以她现在呢，一个是身份很尴尬，所以没有很容易结婚，因为大多数人他有身份的人，他可能不会找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结婚，对不对？他想找你结婚，可能是想利用你，但是目前呢，这个凤姐已经没有什么多少被利用的价值了，所以这很尴尬呀。她这样一生可能就比较痛苦。用她的话来说，也许她今后死在美国，也没有人帮她收尸了。这我觉得是听起来特别特别心酸的一句话，我有点同情她，但是我觉得每个人他走的路，也只能靠自己呢去体会了呗。刚才呢走错了路，不小心，现在又回头，也让大家看看现在农村的居住环境。至少我觉得路啊、什么水呀、电呀都不错。就最后一家房子，他们也通了这种水泥路，可以过一辆汽车，会车是比较困难的。看看那条路在哪里啊？是这条路，对，这条可以穿过去。这条路呢是这种碎石的路，但是呢没有黄泥巴，所以可以走，就是在田地中间走，在果园中间走吧。我有时间就喜欢呢骑着电瓶车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样享受一下我们这里香甜的空气。
这里我觉得才是香甜的空气，因为在空气中你真的能闻到各种各样的花香。比如说，如果是开花的季节，这种橘子啊，就是我们这里叫柑子，这种花特别的香。然后呢，花生它也有香味，还有水稻呢也有它的香味儿，还有呢这种草啊也有香味儿，对吧？所以这种空气真的才是香甜的。我认为比美国那种有大麻味的那个香味更好。因为到了美国，我经常在街上，特别是在纽约这种大城市，可以闻到大麻的味道。哎，我觉得我的这个车可能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是我知道它问题在哪里。很容易，因为它那个闸门呢很容易跳闸。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先看看我们这里的风光吧。好，看看这闸是不是掉了？是这里，你看，这里写上是 off 对吧？只要 on 就可以了。它经常会跳闸，不是经常，可能几个月有一次吧，不知为什么。等一下肯定又可以了。对，你看又可以了。又可以往前啦！种了秋葵啊，那个就是秋葵，那个是我们这里的本地的黄瓜，那个是丝瓜，看得见很大，我看得见在画面当中很大一个。以后它是用来做种子的，它的囊呢也可以用来那个刷碗，非常好。你看这橘子，可能这是那个沃柑吧，已经长得有鸡蛋那么大个了。还特别的轻。好，又到主路了。这条路非常的笔直，也非常的好。那个狗狗出来玩，每次呢，我走在家乡的路上，我就觉得特别的惬意，很宁静，我的内心也显得非常的宁静。然后看着家乡美丽的面貌，真的令人非常的心旷神怡。等一下呢，我去看看我父亲的那个坟墓，就在这附近。到了旁边我就不拍了，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就想给大家看看我父亲现在所谓居住的环境怎么样吧。离我家不远，我在楼上都看得见我父亲的墓地。好多人在这里做事啊，所以很多车停在这里。好了，在这里转了一圈。就是我父亲所在的这个环境，我母亲今后呢也可能不是可能，她也特别想今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她的那个墓地，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原地啊，在我们这里目前呢是允许土葬的，不知道今后这个火化这个火葬什么时候能推行到我们农村。目前我们这里的人还是喜欢土葬，反正有自己的地。就可以埋在这里，不用花钱买。这样政策对农民还是比较友好的。好的，各位，那我们就到这里吧，感谢你们啊，我们下期见。